2025春晚當中的經濟風向已經是非常的清楚了，無論你年後是想創業的還是打工的，你一定要清楚的是現在的春晚不只是讓你为了開心娛樂看小品，而是給你一次機會，如果你能夠從中看到這個機會，錢就會離你越來越近。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年代的春晚，你都會發現它本質上就是時代在變遷。你看80年代的春晚，核心的贊助商是誰？是鐘錶、自行車等等的老三樣。那麼90年代到2000年初呢，是酒和藥的天下从03年開始，美的集團幾乎是霸屏了春晚10多餘年仔細的人都會發現，0點報時16次的鐘聲上面赫然寫着美的2個大字。到2015年呢，微信是怒砸5億的紅包，狂撒在春晚上這也是讓原本只有1個億的支付用戶3個月的時間翻了4倍。阿里10多年的經營和努力直接被超越掉，但是阿里它是並不服氣的，在2016年還有17、18年連續3年當中，春晚是狂砸金幣無数。2016年上線的抖音和2003年上線的淘寶，在2018年共同成為了春晚的贊助商。然後呢，各大平台抖音、快手、小紅書還有視頻號等等開始頻繁的亮相於春晚的舞台。今年的春晚，阿里是時隔7年再次成為了贊助商，這就是向市場高調的在發布曾經的王者又要回來了。然而抖音呢，我認為的是它已經不需要去競爭了，因為近20年來大家可以看到春晚的收視率是集體下滑的，它需要靠抖音8億日活來夠維持它這個收視率。小紅書去年也是嘗到了甜頭，今年2次進軍春晚，當然也是出席了首次竟然上桌吃飯。善於發現的應該更加清楚了，這些信息平台無時無刻都在告訴我們，目前還是以內容為王的時代。當然一直當大哥的酒企業一直被模仿，從未被超越。紅花郎、五粮液古井贡酒都是春晚多年的老伙伴了。第二個，今年春晚的科技型節目智能 AI 人形機器人跳舞已經擺明了全新的經濟形式，就是 AI 語數科技。它那個人形機器人的央報也是今年最受關注的一個節目，也是向全世界在宣布，我們的機器人今天可以在舞台上去丟手绢、穿衣服跳舞，明天就可以砰開炮。那麼為什麼叫人形機器人呢？因為它要徹底的代替掉人類。也許的某一天，你可能的崗位就會被 AI 和智能機器人去代替掉了。另外還有很多無人機表演，新能源汽車也是首次這麼大規模的去登陸上春晚的舞台。以上這種的種種都會明確的告訴大家，科技就是當時經濟發展的主旋律，時代很快就要迎來改變，看你能不能夠抓得住。第三，要關注春晚引領的文化和審美的趨勢。2024年12月4日，春晚正式被列入了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作為申遺成功後的首屆春晚開篇，李子柒就帶領着揚州的絨花、北京的绢花、洛陽的牡丹瓷、潍坊的風筝等等這些非遺，通過絢麗的顏色和創新的造型來詮釋着傳統文化之美。但是非遺是為數不多無法被 AI 能夠取代的文化賽道，所以未來的商業主流第一條可能就是 AI 化帶來的產品與服務的市場行業，那麼另一條呢就是匠人經濟，而非遺呢就是匠人經濟的重要支撐啊。如果你認為你现在的頭腦和思路跟不上 AI 時代的發展，那麼2025年踏踏實實的去找一個老師傅去學一門非遺的手藝，也許是你為數不多的一條出路。國風文化依然是本屆春晚的主流，去年呢是山河詩長安，那今年呢是宋式的喜上枝頭。
千年的華夏文化，每一幀都是展現的精彩絕倫。隨着我們的民族自豪感是越來越强，文化自信心也是越來越强。这幾年，國風文化的產業在國內可謂是遍地開花，當然，也隨着我們國際影響力的越來越強，國風這個文化產業必然向海外有所發展趨勢。未來有可能有越來越多的老外來學習我們的中文，過我們的中國節，買我們的中國文化的產品，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增量市場。最重要的一個就是第三個，今年是蛇年，也是我的本命年。蛇的習性有2種，就是說要學會善於發現和隱蔽。當存在食物缺乏的時候啊，蛇就會找一個好的地方去休眠。環境不好的時候呢，要學會像蛇一樣減少自己不必要的消耗，能不花則就不花，能不幹則就不幹。靜待春暖花開結果子的時候，找到目標，一口吞掉。同時呢，也祝大家金蛇接財，四季平安。